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你每个月乖乖存的那一笔退休金，你自己存个6%，然后雇主提拨存进去，算一算啊，你到65岁应该有个800万、1000万。那你心里想啊，稳了，这下子老了还有饭可以吃啊。但如果我这样跟你说，那个全世界最有钱的男人，直接把火箭当玩具在射，然后把 Twitter 买下来，直接改名的那个马斯克，他在2026年1月份的一场3个小时的 Podcast 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都不要再存退休金了，因为那个会变成毫无意义。你会不会觉得马斯克这家伙真的疯了？我一开始也觉得他真的是疯，然后仔细听完他的逻辑之后，我发现更可怕的不是他疯了，而是他讲的很有可能是对的。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那个马斯克口中讲的全民高收入的这个世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以及更重要的是，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我们到底要该怎么办？首先呢，我们要先搞清楚他说的不是全民基本收入哦。那很多人听到说全民都有钱拿，这个第一个反应那个根本就是 UBI 嘛，那个芬兰以前都试过，没有什么用。不是马斯克讲的这个东西比 UBI 还激进了100倍。UBI 是什么？就是政府每个月发你1万块或2万块，让你不至于饿死啊。那这个概念就是什么？反正你也找不到工作嘛，就给你钱活着吧。那听起来很慈悲，对不对？因为它前提是你是个没用的人，所以社会只能养你。但马斯克讲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它叫 Universal High Income， 也就是全民高收入。这个差别在哪里呢？ UBI 是施舍， UHI 是你本来就应该有这么多钱。那马斯克的逻辑是这样的当 AI 跟机器人把所有的东西会做的都做完了，生产成本会趋近于零，那东西呢就变成不用钱，服务不用钱，医疗不用钱，教育不用钱。到时候呢，不是政府发钱给你买东西，而是东西根本不需要钱。这听起来很像在天堂，对不对？但天堂的入口往往可能会通往地狱所以我们要先倒带一下，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在英国这种织布的工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在工业革命的时候直接把机器给砸了。这群人呢叫做卢德派，他们觉得呢机器抢了他们的工作，所以半夜偷偷进去工厂里面把机器给砸了。结果机器生产的时代还是来了。织布的工人后来去哪里了？有些转行了，有些他们的后代变成了工程师，有些呢就这样消失在历史里面。那一次的工业革命人类大概花了50年才适应过来。但这一次呢，马斯克说 AI 的能力每年成长10倍，不是10%是10倍他预测2026年就会出现 AGI。 什么是 AGI 呢？就是那种什么他都会做，比人类还聪明的通用人工智慧。而且到了2030年AI 的总智能可能会超过全人类加起来。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别存退休金了，不是因为退休金的制度会崩溃，而是等你到65岁的时候，钱这个概念呢，可能跟现在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你存了一辈子的东西到时候变成废纸，不是因为通膨而是因为整个经济的运作逻辑已经全部改变了。那我们先假设马斯克说的是对的，一切都照他所说的来发展，那会出现什么样的进展呢？也就是今年2026年 AGI 通用人工智慧会出现。那到2028年的时候，你家附近的便利商店会换成机器人来帮你服务。医生、律师跟会计师有很大一部分工作都会用 AI 然后被取代。2035年工厂里面没有半个工人，全部是机器人。2040年地球上有10亿台的机器人在工作，然后呢，东西就变得超级便宜，一台汽车可能只要现在的1/10的价格，而且那时候的汽车可能你还不能驾驶，因为人类驾驶就会出现错误。所以全球的车子如果全部都自动驾驶，可以达到0失误率、0出错率、0肇事率。因为从设计到制造到运输都是 AI 跟机器人完成的。到时候房子也变便宜了，因为盖房子的是机器人。食物也会变便宜，因为从种田到收割配送这都是全自动，你不用工作也能过上现在中产阶级的生活。听起来很棒，对不对？但是这里有个问题钱要从哪里来？对，这个就是整个论调里面最大的漏洞。你说东西都很便宜，但是再便宜也不是免费一台车就算只要10几万，你没有工作哪来的10几万？马斯克说到时候政府会发钱，但是政府的钱要从哪里来？就是从税收。但是税收要从哪里收呢？就是从企业跟个人所得。那大家都现在没工作了，个人所得要从哪里来？而且如果 AI 到时候是由垄断者所生产，他们愿意缴多少税？就好像有一个人跟你说不用担心等你没钱的时候有钱人会分你钱你相信吗？我跟你说人类历史上有钱人主动把钱分给穷人的案例大概
跟我们中乐透头奖的几率才是差不多了。所以呢，这里呢就会出现2种可能性的未来。第一个版本的未来，我们称之它天堂版。那这个版本呢，就是政府呢很有魄力，直接对这些 AI 的垄断者跟制造商或拥有者课重税。机器人呢工作1小时啊，你就要缴1个小时的税。演算法了，帮你赚的每1块钱，政府通通都要抽一半。这些税收拿来发放给所有的人，每个人每个月领5万啊、10万啊，这不是施舍哦，因为你身为这社会的一个分子的一个分红。因为 AI 的进步是全人类的智慧结晶，所以呢 AI 所创造出来的财富，所有的人类本来就应该分一杯羹。听起来很合理，对不对？所以这个版本里面你不用工作，你可以整天画画啊、写诗啊、打电动啊、跟朋友聊天喝咖啡。你的价值就是不用在你能生产什么来衡量，而是你用你是谁来定义。这听起来很屌，对不对？不急，我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我们称之为地狱版。 AI 的拥有者，也就是这些科技巨头，掌握了所有生产的能力。他们不需要消费者，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最大的消费者。他们不需要劳工，因为机器人什么都会做。所以他们需要你干嘛？当然就是不需要。在这个版本里面有 90% 的人在经济上是无用之人。不是说你没有价值，而是说你在这个经济体里面你没有任何的筹码，你不能生产，你不能消费，因为你没钱，你就只是存在，对，就只是活着。有些拥有 AI 的人会施舍你一点东西给你让你不至于饿死，不至于造反，也大概就只能这样子。你会被养着，就像我们现在在养宠物一样，吃得饱，但是没有尊严。这个是图灵奖得主甘道夫·辛顿说了一句话：如果我们不及早设计财富重新分配制度，最后呢，有一天就有一大群经济上无用的人被迫依赖超级富豪的善意生存。这个听起来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而且更可怕的不是没钱是会变成没有意义。假设天堂版如果成真了，政府真的很屌，税磕得照漂亮了，没在怕，直接对他们课重税，每个人都每个月领个10万，吃喝都不愁。然后呢，你每天早上起来不缺钱，发现不用上班，然后你想找事情做，还发现你会的东西 AI 全会了呢，而且做的比你还要好。那你就问你自己那我存在的意义到底是干什么？这个问题呢，我跟你们说，马斯克被问到的时候，他连他自己都回答不出来。因为在那一场 podcast 里面，主持人问他说，如果 AI 什么都会做了，那人类要干嘛？马斯克沉默了一下，然后他说，这个是好问题，但我也不确定。所以全世界最会创业的人被这个问题给问到，你就会觉得说，有钱，我们可以追求兴趣但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的兴趣也做不赢 AI 的时候会怎么办？你喜欢画画， AI 画的比你好；你喜欢写作， AI 写的比你好；你喜欢弹吉他， AI 编的曲比你还动听。这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声音在你脑海里面说，这没有什么意义反正 AI 都做的比我们好这个不是经济危机这个是我们人类存在的危机人类的几千年来都是用我能做什么来定义我们自己。农夫种田还有工匠打铁商人经商学者来做学问你的身份其实是跟你的工作绑在一起的。那么现在这条线要被切断，所以我们到底是谁？你是谁？不是你能做什么，不是你的工作，不是你的产出。所以呢，我们到底是谁？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所以聊这么多，你可能会觉得很绝望，对不对？我们要讲这一集其实不是来贩卖焦虑的，只是说我们可以来聊一聊，面对这个可能的未来，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准备呢？首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这样的预言跟未来不是明天就会发生的。马斯克说过2026年的 AGI 会出现，但出现跟全面普及是两回事。你像电脑在1946年才发明，但一般人全部用上电脑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智慧型手机也是2007年才出来但真正改变所有人的生活智慧型的手机的普及是2012年之后的事情。所以你还有时间可能5年、10年或20年，但是这个时间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短。第二件事情是开始思考工作以外的身份。我知道这个听起来很玄但你可以开始问你自己就是如果明天你不用工作，你会做什么？如果你做的这件事情是不能赚钱的，你还会去做吗？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纯粹因为喜欢而做的，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成就感就只是喜欢？
这些东西可能会变成你未来的救命稻草。第三个是什么？别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我不是说不要存钱，我是说不要只存钱学一些技能建立一些人脉，培养一些兴趣当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的时候，这些东西会变得很重要。再来就是我之前不太关注的事情，现在告诉大家要关注。第四个就是要关注政策，也就是政治。未来是地狱还是天堂，有很大的程度取决于我们的政府要怎么做。AI 要不要课税，课多少，钱要怎么分配，这些决定可能影响你后半辈子的生活品质。所以呢，要去投票，去关心这些议题，去参与跟讨论。这不是什么高尚的公民义务其实我觉得这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最后有一个故事我要跟大家分享。在1900年的时候，纽约大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到处都是马粪。当时的纽约有10万匹的马在路上走，每匹马每天拉20磅的大便在地上，那个马粪堆在地上，臭气熏天，苍蝇到处飞。你知道当时专家的预测就是照这个速度到1950年纽约的马粪可能会堆到3楼这么高。结果呢？结果汽车来了。1920年的时候，纽约的街头几乎看不到马了。那个马粪堆到3楼的预测变成历史上最著名的乌龙预言之一。那我讲的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这未来其实很难预测了。马斯克可能是对的，但也可能是错的。2026年有可能真的会出现通用型的 AI， 也可能会再拖个20年。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这些改变都正在发生。不管是不是照马斯克的时间表， AI 确实在改变一切。你可以选择忽略它，然后有一天醒来，你发现自己的工作没了。又或者你可以开始准备，不管未来长什么样子，都有你的一席之地。所以马斯克说别存退休金了但是我说的是什么？别只存退休金你要存技能、一技之长，或存人脉，存对你生命的热情。因为到最后当 AI 什么都会做的时候，唯一不会取代了就是我们的人不会被取代的不是你的产出，也不是讲说不会取代你的效率，而是你这个人，你的独特的经历你这些奇怪奇葩的想法，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这都是没办法被 AI 取代的。这些东西就从现在开始培养应该还来得及啦。所以呢，以上呢就是马斯克那一套全民高收入的理论我跟大家分享听起来很科幻，对不对？但5年后回头看这篇文章，说不定你会觉得说靠，怎么这么准？也可能5年后回来看说，你看嘛，这家伙就是胡说八道嘛。所以不管怎么样，至少你现在知道有这么一个可能的未来知道总比不知道好毕竟那些1900年的那个纽约人如果知道汽车要来了，说不定提早就把马卖掉了，可省下一大笔的饲料钱。而你呢，现在就是站在1900年这个纽约的人，你的马是什么？要想清楚，你该卖就卖别等到马粪堆到3楼了，才发现这匹马已经不值钱了。OK， 今天我们能跟大家分享到这地方，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集的内容。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在底下留言欢迎大家敲碗，希望我们下一集可以聊一些什么，那我们会制作影片来跟大家分享。下一集见咯，拜拜。